這裡是加密阿爾法，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本期視頻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個項目，叫做 Axis Robotics。該項目在26年7月27日宣布完成了1200萬美元的總資本融資，它是由 Hark VC 領投的。在 Roll Data 上的話，其實也可以查到相關的一個資訊啊。它這個賽道呢是物理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雖然講的是物理人工基礎設施，但更多還是通過人工的形式去操作 AI， 或者是操作就是人工智能。然後我會在視頻的後半段講一下這個項目具體要怎麼去拿到這個積分，怎麼去操作。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一定要參與這個項目呢？因為光看團隊來說的話，它是國人團隊啊，大家對國人團隊做的項目其實都不是特別看好，但這個融資呢還是相對來說比較高的。做它的原因呢是在項目的白皮書當中涉及到了一個空投，那這裡呢就會有一個經濟學與溯源下為什麼選擇加密貨幣，在這裡提到了激勵機制的協調。那這裡呢，它是名牌去發幣的。如果再往下翻的話，可以看到它講的其實就是原生代幣啊、開放生態系統的經濟引擎，然後基於質量加權的貢獻者獎勵等等。這就是說明這個項目呢是一個名牌發幣的項目，融資1200萬美元。那這個項目具體要怎麼做呢？我們來到它對應的官網。首先，這個項目的話，它是有邀請機制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要做的話，可以使用我的邀請碼。感謝大家對加密阿爾法的支持。我們在這裡點擊右上角 Launch APP， 進入到官方的應用當中。在這裡呢，它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連接啊。我們點擊右上角的 Local In、Google、推特以及我們的錢包，包括 email 的地址都可以。那這裡呢，我就以錢包為主。我們連接一下 OKX 的錢包。登錄好之後呢，我們可以參觀一下它這個頁面啊。首先正上方是中心、聯盟、探索以及我們的排行榜。包括在右上角是自己的個人賬戶的信息啊，那這裡呢點擊到文件夾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邀請鏈接了。下方呢有很多任務啊，就比如說敞開雙臂，把菜刀放在青椒的後面，或者是將茄子放在胡蘿蔔的右邊。一開始聽到這個任務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我們等一下我給大家演示一下的。然後這裡呢也會看到有剩餘的名額啊。要跟大家說明的是，你的任務的難易程度將取決於你最後得到的積分多少。如果我們相對來說選擇簡單一點的任務的話，那得到的就不會特別高。怎麼看自己的任務是否困難或者是簡單呢？就在這裡有一個困難的指標。那當然點數越多，它的難度就會越高，得到的分數也會越高。這是在白皮書當中有跟大家講過的。那我們這邊的話，比如來今天去參與一下這個，把菜刀放在青椒的後面，我們這邊點擊一下繼續。那目前的話是143人做這個的話，還是能夠得到這個獎勵的啊。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相關的操作頁面，其實還是會比較明了的，我個人覺得。正上方的話是倒計時的時間啊，如果你能在這個時間內完成，那可能會得到更好的分數或者更高的排名。然後這裡的左邊的話是目標，就是我們需要拿起桌面上的這個菜刀，然後放在青椒的後面。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操作的問題啊。首先，上下左右，鍵盤上的上下左右分別代表着你操作的動力臂的就是向前伸，然後向後伸，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我按鍵的時候，它動力臂都是有操作的。這裡的一和 D 是什麼意思？一，我點擊一下，就是將動力臂抬升；D 的話呢，動力臂下降。這樣的話是方便我們去抓取眼前的這一個刀。然後再是 rotate 的話，這是什麼意思？ Q 和 W 分別代表着旋轉。那如果我們遇到有一些任務啦，它比如說將當前的青椒逆时針旋轉360度，或者是順時針旋轉360度，那我們這邊就可以使用到 Q 和 W。這裡的 A 和 S 分別代表着將這個動力臂的就手臂上的旋轉。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角度呢其實是有變化的。Z 和 X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一小部分，這一部分相當於我們手的這一部分啊，是抬起或者是放下。然後再來到 Action 的話，如果你覺得当前這個時間呢太長了，我可以花更短的時間去完成，那我們就點擊一下重置，將當前的時間全部都重置掉。然後這裡的 N 的話就是 Save 就是保存，然後 B Load 點擊一下就基本上應該也算是重置的一種啊，但我不知道它這個代表是什麼意思啊。再是 Space 的話就是我們控制的這個 B， 然後去夾取它，空格就是夾取，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刀就是夾住放到青椒的後面，對吧？這是我們要做的任務。
每六的話就是我們鼠標控制的話，比如說我当前想使用這個動力臂，那我就點擊這個；我想用這個，我就用這個。然後放大、縮小，就是你的滾轮嘛，放大和縮小。頂部的2個攝像頭呢，是方便你更好的抓取啊。攝像頭1的話代表這一個，那攝像頭2代表這一個視角。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將刀放在青椒的後面。好，我們來具體操作一下。行吧，這樣也算任務過了，大概就是這樣的玩法。那只能證明我在玩這個方面還是沒那麼有天賦了。那這個任務做完的話，它會顯示一個綠色的勾勾啊。那具體會給到你多少的分數呢？因為我現在還沒有辦法看到。那它需要應該是等待剩餘名額全部都就是全部都結束之後呢，應該可以看到對應的積分啊。除了應用中心給到我們的任務之外呢，它正上方啊，這裡也會有一些任務，就是聯盟給到我們的任務，感興趣的話都可以做一下啊。那具體難易程度的話，就看各位自己的理解怎麼樣了。為什麼要說理解呢？是因為對遊戲的理解能力啊。剛剛就比如說把刀子放在那個青椒的後面，實際上可以把青椒放在刀的前面不就好了嘛？就是逆向思維。我當時做的時候才想到，然後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有個事情需要跟大家提一下，你在做完任務的時候呢，它應該會彈出一個簽名的。簽名的話是要 base 鏈上的 ETH 作為 gas， 可以忽略不計啊。但我剛剛沒有彈出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這個任務呢還有在審核的狀態，或者是等待的狀態。那之後呢再給大家做反饋吧。再來到這個白皮書裡面，它還是有一個對應的路線圖啊。我們現在處在2026年的第一階段，然後進行一個遠程的操作，比如說清理啊、培訓啊、端到端之類的。然後一直到26年以後呢，可以看到也有一個基金會的模式。那開放市场、去中心化激勵，去中心化激勵的話，毫無疑問就是發幣嘛。那所以它也算是一個名牌發幣的項目。本身呢，我覺得這個項目難度呢有，但不是特別大。看起來也是一個零路的項目啊，所以當前在幣圈項目比較少的情況下，可以去做，可以嘗試一下。那另外呢，還有一個額外建議啊，就是我們要進入到它的 Discord， 在社群當中呢，多進行積極的發言，多去獲取一些早期的 OG 角色。那因為大家都清楚嘛，之前參與到測試網的時候呢，更多還是來自於社區的角色啊，可能分配到的獎勵就會越多。那所以呢 Discord 要多活躍一些。如果遇到那些就是不太懂的小白，你也可以耐心去告訴他們，怎麼操作或者怎麼做。那也許可能有管理員或者是对項目方看到了你這樣在積極維護社區，他就會給到你一個對應的角色。
好，這是我們需要跟大家講的，而且你在 Discord 當中的話，也能第一時間知道這個項目的進展，或者大家都在做什麼，有比如說新鮮出爐的新任務啊，或者怎麼完成這個任務更快呢，等等。這就是我今天出這期影片的最終目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說到這裡，想要真正在幣圈發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們視頻下方的注冊鏈接，即可以輕鬆注冊幣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給到全網最高20%交易減免。OKX 交易所使用觀感體驗拉滿，同樣有20%手續費減免。另外，參與 OKX Bot 的觀眾可以使用專屬邀請鏈接去刷代幣交易量的時候呢，有減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續費返現，新人注冊解鎖迎新好禮。該次 IO 注冊贏取135 USD 新手入門禮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黃金外匯趨勢融合最激進、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冊也有20%手續費減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冊，你可能覺得注冊這麼多交易所沒用，但每一家都會有自己的特色和創新。我們可以錯過機會，但不應該在機會來的時候呢毫無準備。還有一件事，我們認為金錢是一種流動性的能量，當你將財富寄予需要的地方，它將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邊。所以我們在 QQ 開設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為，請在進群後無私分享出來，通過我們頻道來給你傳播，讓更多人加入。感謝大家對公益事業的支持。